暑假到自家工厂体验生活，却被我爸的女朋友陆小小当成小三。他花住我爸的钱，把弟弟招进来当设计师，在工厂做微作服。只因我爸在电话里叫了我一声宝贝，陆小小疯了。那天他和我大吵一架，失手害我被电死。而他的弟弟陆瑶，我的暗恋对象，就在不远处冷眼旁观。在睁眼，我重生回到开始打工那一天。这次我不允许没人知道，我才是真千金。我爸是服装品牌公司老总，我是老总女儿，坐拥上亿资产的任家千金。人棉，不是我不想低调，是我的身份不允许我低调。然而年轻气盛的我还是栽在男人身上了。陆瑶 A 大校草，高冷学霸，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沦陷了。我知道他家境贫困，便拿捏好分寸，时不时制造偶遇。就在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时，陆瑶却冷住脸婉拒了我，只因他看出我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奢侈品牌。他说，你这种家庭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真心喜欢我这样的穷小子？你只是玩玩，可我不想错付。就这样，我这场明目张胆的暗恋宣布落幕。当时我还觉得我确实没看错人。陆瑶自尊心强，想要自食其力，这很正常。侧面证明他不是那种吃软饭的凤凰男，所以我并没有完全放弃。机会很快就来了。毕业前夕，我打听到陆瑶已经被一家服装公司录用，她的专业是服装设计。再一打听，又得知录用她的公司就是我们家的。这不是老天爷追逐给我赏赐姻缘吗？我雀跃无比，幻想自己和陆瑶在职场重逢，来一场像眼泪女王一样浪漫唯美的爱情故事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天爷赏给我的不是姻缘，是孽缘。我得到的也不是爱情故事，而是凶案现场。上一世，经过我苦苦哀求，我爸终于答应把我委派到公司的主工厂打工，因为陆瑶就在这里当设计师。以体验生活，顺便追求爱情的名义，我把挚爱的保时捷藏进了车库，每天开住一辆小电动上下班。身上的奢侈品也被我换成了平价品牌。站在镜子前，我彻底变成了刚毕业的清澈女大学生，心里还不无喜，这样就能让陆瑶接受我了吧。入职那天，我爸正好去国外出差，一待就要1个月。临走前，他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我是他女儿。我欣然答应。结果一进工厂，我迎面就看见了在工厂里狐假虎威的陆小小。当时我还不知道，她就是我爸手机里的那个小宝贝。是的，我爸在外面养了个女人，比我大不了几岁。要说是小三，应该不太准确，毕竟我爸和我妈已经分居2年了，最近正在闹离婚。等财产清算下来，两人分完家就一拍即散。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小宝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他不来找事，我一定不会为难他。但有些人骨子里就是欠。上班第1天，陆小小就迫不及待展示起他的身份。那天，他一眼就扫到在工厂里好奇张望的我，踩住高跟鞋哒哒哒走过来，劈头道：“你是哪个部门的？还不快滚去工作！”我吞了吞唾沫，忍住回骂的冲动。我是新来的，要不是实打实体验生活，我还能受你这个气？正在我思踌躇，我爸怎么会招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女孩来公司当副厂长时，陆小小撇了撇嘴，娇嗔道：“老公什么时候招了个新人进来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啊，她老公，我 CPU 差点被钱烧了，努力将眼前的一幕和记忆串联起来，便恍然大悟，这个盛气凌人的陆小小，原来就是我爸的小宝贝啊！怪不得这老东西起初死活不让我来上班，感情是害怕东窗事发啊！我眯起眼睛，打量住恨不得把大牌 logo 印在脸上的陆小小，全身上下没一件是真货。正当我想调侃他一下时，缓缓朝我走来的身影吸引了我的视线。几秒后，陆瑶站定在陆小小身侧，随即惊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姐，他也是新来的设计师。我一直知道陆瑶家里还有个侄子，
但是根本料想不到，他姐姐居然就是陆小小。我脑轰鸣，听住陆小小尖利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：你姐夫招进来的，阿瑶你认识他？看他土老帽这样子，也不像是懂设计的啊，先带他去流水线踩缝纫机吧。喂，你还愣住干嘛？时间就是金钱，还不快去工作？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眼前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，让我不由自主紧闭上眼睛。下一秒，我骤然睁眼，脑海中倒带住我如何被陆小小污蔑，被同事议论，又如何一脚踩在短路的电线上，被活活电死的景象。我意识到，在这一刻，我重生了。陆小小见我迟迟没有回应，停止了叽叽喳喳的叫嚣。喂，我和你说话，你当耳旁风，连上司都不尊重，公司招你来当摆设啊？阿瑶，把他赶出去。我用力抬起因疲惫十分沉重的眼皮，定定看住满脸嫌弃的陆瑶。和上一世一样，他的嘴正一张一合，说了些令我心寒的话。任眠，我真的不喜欢你，你何必追到这里来呢？你在学校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就罢了，这里是职场，没人纵容你。身为一个女孩子，拜托你自爱一点吧。突然间，我全身充满了力量，陆瑶的穷且至坚滤镜也在我心里彻底破碎。这次我可不会像上一世那样低下身段向他解释了。我扯起嘴角，对他笑了笑。陆瑶，谁告诉你我是来当设计师的？我是来当厂长的。我不紧不慢看住陆瑶的表情发生变化，瞳孔一震，接住他转头和陆小小对视一眼。陆小小随即攥紧了拳头，咬住嘴唇走近我。前世我没有把陆瑶和陆小小相提并论，他写好是天之骄子，人品也备受好评，走在路上永远脊背挺直，笑起来的样子如同春风拂面。在得知他是陆小小的弟弟后，我并没有当场揭露陆小小的真面目。我爸给他的一笔笔转账截图都在我手机里，这位副厂长的美差是怎么来的，他自己也心知肚明。他说我两句也就罢了，如果真要闹起来，陆瑶也会丢了这份工作，所以我硬是忍了下来，在流水线上踩了几天布料。事已至此，我并不打算再对陆瑶死缠烂打，而是开始思考，这工厂是我妈和我爸一起拼出来的心血。现在陆小小只是个名义上的副厂长，可他的手已经伸到了各个部门，连招多大年龄的清洁工都要插一脚。时间久了，很难说他的野心会不会更大。于是，我的心态改变了。比起追求男人，我更想熟悉工厂的每一步工作流程，和员工打好关系。我妈早就说过，公司里的大小职位，只要我愿意做，就会留给我。奈何陆小小简直是地主阶级的毒瘤，他在工厂里作威作福，各种用扣薪打压辱骂员工，让实习生帮他端茶倒水。更可气的是，还真有一群舔狗，每天都会围住他转。那天，陆小小不知抽什么风，把气撒到我身上，只因我背了和他同款的包包。他气冲冲走过来，说：任眠，你拿我的包包干什么？我才知道，他自己的包包莫名其妙不见了，已经发了一阵风。我正在手机上看直播秀场，陆小小一把将手机从我手中抽出来，摔在一边。想拿我的包包拍照装逼是吗？你这是偷窃！我愣住了，抬头看住他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拿他的假包拍照装逼，欺负了员工，现在又来惹我。我浑身血液翻涌，站起身比他高出一头，居高临下道：你再仔细看看呢，你那包颜色都要荧光了，非要我戳穿你穿的都是假货吗？我的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招来周围人的注意。他们大多数都是工薪阶层，不懂什么真货假货。可陆小小的脸当时就绿了，他脖子上青筋暴起，逼近我道：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一个臭大学生懂个屁！我冷哼一声，是，我懂个屁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柜姐，让她帮你鉴定鉴定不就行了。说住，我就在翻微信清单。突然，陆小小抓住了我的手，与此同时，陆瑶出现了。
他手里还拿住陆小小那纸包，一时间议论声四起。有小女孩是明眼人，说住人民的包确实质感更好一点，两个包看住就不一样嘛。看住陆小小破防的样子，我不屑地坐了回去。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，可陆瑶莫名走了过来，他别角眉毛，庞佛我不知好歹，人棉至于吗？你这样做让我姐姐怎么办？我们两个家境是不如你，但也是自食其力赚钱，真真假假重要吗？人棉，我对你很失望。我眨眨眼睛，觉得他是不是对自食其力有什么误会？总之从那以后，陆遥远和我越来越疏远。事后我甚至还反省了一下自己，难道真的是我话说重了？但很快陆小小就让我明白，有的人是不值得让我换位思考的。只因我在茶歇时和我爸打了一通电话，简单的报平安和问候，一来一回就是普通妇女的对话，而周围太吵闹，我便开了免池。Daddy 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都想你了。听筒那边便传来我爸宠溺的语气，好宝贝，我过段时间就回去看你。你在工厂适应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哭鼻子呀？肯定没有啊，这么脆弱，以后还怎么做厂长？苍天有眼，我根本没说陆小小的坏话，但他刚好听到我爸在电话里叫我宝贝，还听见我要抢走他的厂长，于是他当场疯了，当住全体员工的面骂我是小三。陆小小全然没有联想到我和我爸都信任，我俩是父女。他不管不顾，在工作时间扯过我的头发，大叫住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有多贱。我说你怎么通过我老公进来工作？原来是靠身体换来的啊！你一个小姑娘要不要脸？他的声音太大，人们很难听不见。一时间大家都围了过来，有人劝陆小小放手，他不听，力气越来越大。我无助的想去拿手机报警，奈何已经被陆小小摔烂了。现场有几个陆小小的狗腿子，一边拍照一边拦住其他人，不让报警。我哽咽住叫了陆瑶的名字，不管怎么说，相识一场，他一定会帮我的吧？但是没有，反而他一脸鄙夷的看着我，说怪不得你有钱买那些奢侈品，人棉，你太让我恶心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了。我好不容易挣脱开陆小小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陆小小已经红了眼睛，怒不可遏的盯住我。我只以为他失去理智了，等警察来了，他就会明白自己现在有多荒唐。然而，当我在宿舍里换衣服时，陆小小走了进来，我们都没注意到脚下的接线板发生了短路，争执之间，陆小小把我推到了地上，桌上的水杯摇晃，刚好浇在裸露的电线上。我痛苦的呼救，陆小小的表情则从惊慌变为得意，他选择了见死不救，还放出了狠话，让你这个小三觊觎我的男人和财产，你就是该死。而他的身后是冷眼伫立的陆瑶，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做出任何动作。我在后悔中闭上了眼睛，再睁眼，站在我面前的还是那个眉眼清俊的陆瑶，不过站在他面前的是重生而来清醒的不能再清醒的人棉。开局我便脱口而出，我是来做厂长的。如我所料，陆瑶僵在原地，半信半疑的和陆小小交换眼神，但看起来陆小小并不相信。他逼近我，一双眼满是讽刺，你是厂长，我还市长呢。小姑娘，吹牛不打草稿，你们学校就是这样培养大学生的。呵，重来一次，这女人我一点儿都忍不了。我没给她再狗叫的机会，一句话堵住她的嘴，总比你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要让人信服吧。真不是我学历歧视，因为陆小小辍学的原因才更加爆炸。显然他见我知道他的底细，慌了一瞬。虽然工厂招工不限学历，可陆小小身兼多职，副厂长的职位在过往也要由我爸妈的公司委派，对学历自然是有要求的。陆小小恨恨看着我，压低声音，小姑娘，你搞清楚，现在是你向我求职，不是我求你。你是不是没认清，
现在我有决定你去留的权利，真是给我笑到了。我抱起胳膊，笑意根本压不住。那咋了？陆小小。终于，陆瑶又看不下去了，他又露出那副让人生厌的正义表情，以为自己是道德制高点。人棉，你玩够了吗？如果是为了让我难堪，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，可我姐是无辜的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现在，请你离开这里。另一边，陆小小的狗腿子也赶了过来，看样子是把我当成了闹事的。听见陆姐的话没？赶紧给我滚！上一世，看在他是个打工人不容易的份上，我没难为他，但现在杀鸡儆猴，极为有必要。我瞄了一眼那黄毛，从包包里拿出我妈给我的工作证，2D 服装公司一厂厂长人棉，白底黑字亮在这几个人面前。我看住那黄毛，余光中是陆小小和陆瑶惊讶的脸。再说一遍，水滚！全场静默，唯独黄毛的呼吸沉重，声音颤抖住向陆小小求证。陆姐，他真是新来的厂长。此刻，陆小小的脸长得通红，长指甲嵌进手心，这是紧张的表现。不过，他还是努力挺起后背，故作冷静。这假证你在哪里办的？小姑娘，你这样干可是犯法的，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我懒得和他周旋，直接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我爸了，然后打开免提，静静等待那老东西接通。喂，任家良。此时我想起我爸就一肚子气，他包二奶之前也不做下背条，让这种女人玷污任家的产业。我直呼其名，语调不悦。只见陆小小紧张的盯住我的手机，他应该已经看出那串手机号码是我爸的没错。宝贝，怎么这个语气呀？第一天上班不适应？我抬眼打量住陆小小的反应，很好，他已经在咬牙了。陆绵绵的危机感恐怕已经席卷全身，眼看住他望眼欲穿，伸出手就要夺我的手机，我灵巧收回，没给他可乘之机。陆小小已经站不稳了，又或者说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任家良心里的地位从来就没有稳过。我打算再跟他拉扯一会儿，便用撒娇的语气道：哼，都怪你一直不让我在大家面前露面。瞧瞧，你手下的员工把我当成了闹事的，要把我赶走呢。我爸一听，立刻抬高声音：谁这么不长眼，马上把他开除。那黄毛当时双腿一软，拉住陆小小祈求道：陆姐，我不能走啊，我家里还有生病的妈妈等住用钱呢。真是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收回视线，又把矛头指向陆小小。别啊，这显得我多霸道专横。都2024年了，谁还靠打压员工宣示地位啊？陆小小许是被内涵到了，低了低头。我又说，但是道歉还是必要的。对了，工厂里是不是有个叫陆小小的副厂长啊？管教员工不力，难道不是上级的责任吗？这时，陆小小攥紧了衣摆，终于忍不住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这么等不及就告状吗？我环顾四周，贱人哪里有贱人？陆小小大声道：贱人就是你，任绵你个贱人，小三。哦，我故作惊讶，张了张嘴，转而渲然欲泣，委屈的对住手机道：爸，你听见没？陆小小说我是贱人，还骂我是小三。我最了解我爸这个人，他这辈子就我一个女儿，从小疼爱进了骨子里。他是个好爸爸，可的确不是个好男人。从2年前和我妈闹离婚时，他外面的女人就没断过。他自己说的好听，觉得我妈太女强人，从来不体谅他，所以他找的都是一些小鸟依人会撒娇的。这个陆小小也是半年前才出现的新面孔。22年相比半年，我爸倒还没这么糊涂。一为了避嫌，二为了脸面。我爸勃然大怒的吼声透过听筒，差点把我耳朵震聋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说我女儿？就这句话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包括陆小小和陆瑶。陆小小嘴唇苍白，止住我半晌，挤出3个字：女儿。重来一世，我不允许没人知道我是真千金。上一世，只因我去自家公司体验生活，就被陆小小莫名打成了小三。
还来不及澄清，就被他失手害死。这份过命的交情，陆瑶也有份。我马甲被绑，陆瑶身形一晃，他大概是想起了刚才对我说过的话。我悠悠望向陆瑶，怎么，陆大校草现在还觉得需要离开的人是我吗？陆瑶抿了抿嘴，搀扶住同样脸色煞白的陆绵绵。我勾起唇角，看戏一样等待他们的反应。电话里，我爸还在鬼叫：陆绵绵，快点给我女儿道歉，不然别怪我把你开除。陆绵绵像是想起什么一样，猛然抬眸，对住电话说：老板，你不是说厂长的位置未来是我的吗？好吧，他竟然还在挣扎。我无聊的抠起了指甲，他想的倒还挺美。估计我爸当初画大饼的时候，忘了告诉他，我家的公司有2/3都是我妈的，包括这个工厂。我爸的脏话差点被没收住。他说，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？陆小小，我是看你能干才给你这份工作，你不要蹬鼻子上脸。能干，我莫名感到反胃。现在，我爸的任务也完成了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挂了电话，留下欲言又止的陆小小，红住眼睛，一脸不甘心。而我话里有话的说，道个歉就能保住工作，看来陆姐身份也不一般啊。良久，我听见陆瑶在一旁说，道歉可以，但工作是我们凭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人绵，你不要欺负老实人。我不是哥们，你要不去检查一下脑子吧。厂里的人表面上不说，但不傻的都能看出来，陆小小和我爸关系不一般，包括陆瑶。但是我爸对外宣称自己单身离婚，所以他们的这段忘年恋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就是陆瑶的逻辑，其实有点逆天。他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陆绵绵一个国中学历都没有的人，靠努力坐上了副厂长的位置。总之，陆小小不情不愿给我道了个歉。等员工都去工作后，陆瑶把我拉到了一个角落，我皱住眉睁开，你把我带到这里干嘛？陆瑶皱住眉，低声道，你是故意的对吧？人绵，我一头雾水地看住他，我来自家工厂上班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谁料，陆瑶冷笑一下，你不是打听过我在哪里上班吗？就因为我拒绝了你，你和你爸说来做厂长，专程来看我和我姐姐的笑话，对吗？我靠，他怎么这么自恋？我差点被气笑。我承认，我之前是挺喜欢你的，但陆瑶，我能做厂长不是因为我爸爸，而是因为这工厂本来就是我的，而且现在我真的不喜欢你了。我摇住头，眼神中不乏轻蔑，世上穷人多的是，但穷并不是你侮辱努力的理由。陆瑶眼底闪过一丝戾气，怒视住我，我就知道，我说中了。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像陆瑶这样，总把自己的境遇怪到别人头上。他当然可以透过努力改变命运，可是他真的努力了吗？他只是不遗余力的粉饰自己人穷志坚的人设罢了。然而，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自知之明，而是傲气的说，我会证明到底是谁配不上这份工作。看来陆小小和陆瑶是吃定了我家的工厂了。但若是让陆瑶知道，他的工作是他侄子出卖美色才换来的，他会作何感想呢？以及，他也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清高自持。他设计的服装作品和今年秀场上的一套小众作品极度相似。陆瑶非常渴望出人头地，而我爸妈创办的服饰品牌今年会和国际大秀合作。身为公司的设计师，都有可能在大秀上崭露头角，赢得走向国际的机会。我承认，陆瑶是有才华的，但他过于心急，大抵是一念之差走错了路。不知道是不是基因问题，陆小小似乎比陆瑶还要急。当众吃瘪后，他背地里跑去和我爸撒娇了。那天，我打电话给我爸问罪，你什么时候把这女的招进来的？都捂到我面前了是吧？我爸百口莫辩，终于说了实话，是陆小小趁我爸喝醉自愿现身，而我爸清醒过后，觉得陆小小有几分我妈年轻时的模样，就一时心动。陆小小说什么，他自然点头称是，不多久就让他进了工厂当副厂长。我听完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爸，
你眼睛长到头顶上了吗？陆小小哪点和我妈像？你活了40几年真是白活，渣男！我爸被我训得只字不语，只剩叹息。他心知离婚这事是他对不起我妈和我。绵绵啊，爸也是个人，爸也需要一个温柔的女人体贴谅解我。你妈她太好强了，这些年我实在受够了。我冷脸听他唱苦情戏，直到他说到正题。绵绵，陆小小说她想和我结婚，可算是说实话了。温柔是吧？体贴吧？我非得让我爸看清这女人的真面目，然后后悔错过了我妈这么好的女人。几天后，陆小小表面上对我换了副可可戚戚的脸，她倒是嘴上会说，绵绵啊，以后我们就算是同事了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我们就好好相处吧。好好相处，但上一世明明是你看我在死亡边缘挣扎，然后彻底把我推到了地狱。陆小小心狠手辣，我不会允许他这颗毒瘤待在公司。他不是副厂长吗？不是很能干吗？我点头微笑，交给他一份文件。同事这2个字不太准确，更具体一点来说，我是你的上级。小小啊，能者多劳，麻烦你看完这篇报告，做一份今年大秀的策划提案。陆小小茫然的接过去，打开封面，双眼定住。半晌，他抬头怔怔看着我，我挑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陆小小紧抿住唇，摇摇头。我给他的是一份长达10万字的英文报告。陆小小一整天都格外烦躁，他不时从办公室发出尖叫，对住他的秘书各种唾骂。员工去找他请假，他直接咒人家妈妈。你妈妈生病了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你妈死了。小妹妹抹住眼泪跑出去，而这些都被我录了下来。最后，陆小小崩溃了，她直接拿住报告闯进我办公室，3下2下撕成一地碎屑。人棉，你故意的对吧？我看住地上的碎纸片，只觉得可惜。她看不懂英文，自然不知道这上面是我爸亲手写的近10年来国内外的潮流趋势分析。泽小小，你就不好奇这报告的内容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吗？陆小小便瞪住我，一脚踏在我爸的心血上，我管他是什么意思，一堆狗爬的英文字幕，写他的人也是精神有问题。人棉，你看我不顺眼可以，凭什么用这种垃圾文章耍我玩？狗爬的，精神病，垃圾文章，我差点笑出声。我爸要是知道他心里温柔体贴的陆小小目不识丁，毫无素质，他还会娶她吗？这一幕，我当然也一秒不落，录进了手机。当天我就发给我爸了。晚上，我听见陆小小躲在仓库里打电话给我爸哭诉：老公，你女儿她欺人太甚，竟然拿一堆我看不懂的英文为难我。你知道的，我没什么文化，只靠努力才能往上爬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啊！然而，他话还没说完，对面就传来我爸不耐烦的怒吼：陆小小，我女儿拿给你的，是我花10年写出来的心血。听说你私下还辱骂员工，出手打人，陆小小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谁懂啊？陆小小一会一个表情，那叫一个精彩。直到我爸挂断电话，他都没挤出一滴眼泪。第二天，工厂里的另一位同事根据我那份报告，写了完美的大秀策划。我爸看了直叫好，我也代替他拍板。1周后的大秀就用这份策划。陆小小咬牙切齿，恨不得上来把我撕了。但是同样神情古怪的还有陆瑶，因为策划上并没有提到要展出他的作品。会议结束后，陆瑶冷住脸来到了我面前。人棉，你过分了，为了打压我，故意不展出我的作品，这就是你的人品吗？我的人品？我想不明白，陆瑶有什么脸来向我兴师问罪？我只能把实情告诉他。你之前说我看不起你姐没文化，可我明明给他机会了，只要他拿出一份像样的策划，你的作品就不会没有出头之日。但现在他亲手撕碎了你的前途。陆瑶眼神复杂的看着我，似乎想说些反驳的话，但终是落得无言开口。最后他抬起手指了指我，放了句狠话：人棉，你等住瞧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
而我也不甘示弱，扬手打掉了他不礼貌的动作。陆瑶，我没时间看你，也更不会后悔。另外，别总是有被害妄想症，捏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简单，而我不屑。说完，我便与他擦肩而过，此生再也不会回头。我能猜到，现在的陆瑶一定被我激怒了，他会想法设法在大秀上展出自己的作品，以至于不惜一切手段。就像上一世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，冷眼看我死掉。很快，陆小小就有动作了。继被我爸痛骂一顿后，陆小小情绪愈发不稳定，他对员工更苛刻，动不动就扣工资威胁。他愿意做，我便给他时间。私底下，为了维护人心，我一一对大家进行了补偿，该给甲的给甲，该给奖励的给奖励。几天下来，员工们已经打心底认可我了。这时，我爸快出差回来了，大秀也会在2天后开始。根据我的内应透露，陆小小已经私自在大秀策划里加上了陆瑶设计出来的服装作品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不过中途出了点岔子，陆小小突然在朋友圈公开了她和我爸的关系，自顾自宣布我和男朋友好事将近，希望大家都能祝福我。最爆炸的是，她还附了一张2道杠的验孕棒图。刷到时，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，难不成陆小小真要成我后妈了？在我爸回来之前的这2天里，员工们大气都不敢喘。再怎么说，陆小小肚子里怀的是任家的崽，可怀孕的是陆小小。陆瑶却莫名嘚瑟起来。是中午吃饭时，我刷时尚新闻，才看到原来陆瑶已经把自己的作品发在账号上了。簇拥她的小迷妹多的是，她就这么出圈了。这姐弟2个，一个抚摸住肚子，一个炫耀住自己的作品，被几个狗腿子簇拥住，好不得意。时不时的，陆小小还对我投来神气的目光，庞佛他们一家人马上就要继承整个任家家业一般。殊不知，我低头看手机，收到了我爸发来的讯息：绵绵啊，爸后悔了，爸不想和你妈离婚了。他还发来一条语音，我点开一听，迎面就是一阵哽咽。我爸说的是，这次出差，我去了曾经和你妈约会的情人桥，我还找到了当年和他一起挂上的同心锁。绵绵啊，爸错了。此刻，我心里除了唏嘘，还产生了强烈的爽感。我爸不傻，他知道谁对他好，谁真心爱他。兜兜转转，我妈依然是他的白月光，但是破镜怎么会重圆呢？我叹息了一声，只能盼望祝他自求多福。至于陆小小，且让他蹦跶几天吧，反正我知道他秀出来的验孕棒是假的，那是他找工厂里一个怀孕的子强行要来的。我爸回国那天，大秀开启，陆瑶洋洋自得，在化妆间欣赏身穿他作品的模特。我在现场忙碌，匆匆路过，陆瑶叫住了我，人棉。我侧目，眼住手中的东西。陆瑶开口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次大秀后，我会直接转正，去总部担任设计总监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他说的倒没错，公司和大秀的这次合作，也是为了挖掘有天赋的设计师，为公司所用。可惜，陆瑶没什么自知之明，因为我手上的文件，就是另一位原创设计师的演讲稿。今天，这位优秀的设计师也会出席大秀，届时，所有时尚界、服装制造业的前后辈都会见证一个抄袭者的诞生。于是我勾起唇角，脱口道：这很难评，祝你成功。我没做任何停留，继续向前踏出脚步。我知道，此后我的人生将会闪闪发光，不再和陆瑶有任何瓜葛。在万众瞩目下，大秀终于拉开序幕。我爸临时赶了回来，他穿了西装，打了领带，倒也像个人样。当然，我妈也来了。要我说，我妈就算40几岁的年纪，这状态也堪比女明星。我看着我爸孔雀开屏一样，屁颠屁颠走向我妈，我妈则一脸冷漠，一个眼神都没给他。这时，陆小小出现了。我妈想必早就听说了公司里的八卦，现在的她已经习以为常，淡淡瞥了一眼陆小小，
继续将视线落在模特身上。镁光灯下，他正和身边的外国帅哥侃侃而谈，自信优雅的气质毫不逊于周围的女网红。莫名的，我很感动。在我妈身上，我看到了女性也可以游走于各种场合，拥抱广阔的世界。我更加下定决心，要做一片天地。身后，陆小小和我爸起了争执，我爸不耐烦，把他推到一旁。我冷冷收回视线，眼前则是陆瑶带住他的模特上场。只不过，陆瑶并没有得到他想象中的花朵与掌声。台下响起一片低声议论，我妈也蹩脚，跟我交换了眼神。显然，陆瑶慌了。在汗流浃背中，她勉强发表了自己的设计感言。此刻的她肯定想不到，紧接住出场的就是被她抄袭的小众设计师。她当然也不可能想到，因为这位设计师就是我妈。谁懂，抄袭抄到了老总身上，而且他抄的还是我妈10年前的作品。我都替陆瑶尴尬。我妈演讲时，陆瑶已经快被观众看穿了。她意识到两组服装的相似过于明显，已经手足无措。半晌，她落荒而逃，连颁奖都没有等到。当晚，陆瑶的账号就被骂疯了。至于陆小小，我爸揭穿了他的谎言，也明确的跟他提出了分手。陆小小不甘心，在工厂里闹，我被吵的工作都不专心了。我便一纸辞呈，甩到他脸上。陆小小瞬间不闹了，他拿劳动合约对我大呼小叫，你这样是违反劳动法的，我可以告你侵权。我觉得他的无知过于好笑，忍俊不禁，陆小小，你进厂的时候连合约都没签，如何告我侵权？要不是我爸纵容你，你初中学历能当得上副厂长？陆小小，用你弟弟的话来说，就是请你自爱一点吧。我爸妈的婚姻已经被你搅黄了，请你别再祸害我的公司了。陆小小听到这里，突然结巴了。什么搅黄了？你爸妈离婚是他们自己感情出现了问题，我懒得再和他周旋。调出手机里的照片，就在昨天，我妈已经告诉我，她和我爸闹离婚的真实原因。事实上，陆小小2年前就已经认识我爸了。她当时在 KTV 卖酒，看中了我爸手上的名表，加了我爸的联络方式，每天哥哥来哥哥去，搅乱了我爸的一池春水。我爸心猿意马，开始精神出轨。我妈人间清醒，趁机提出了离婚。于是到现在我才知道，真小三另有其人。陆小小被戳破了面具，涨红了脸。员工本就的站在我这边，这下更是指住陆小小大声斥责。小三滚出任家工厂。陆小小受不了，哭住离开了。此后，陆小小的名声彻底臭了。后来听说，他又去 KTV 做起老本行，结果被客户的老婆堵在家门口暴揍了一顿，差点丢了命。我妈呢，面对我爸的跪地恳求，没有心软，坚持离婚。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卖。办完离婚那天，我爸抱住我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我只能说俩字，活该。至于陆瑶，他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一个抄袭的黑料，就够他3年在业界找不到工作。但是，这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一世，我要和我妈一样，做一个独自美丽的女强人，终其一生追求自己的梦。